Hello，大家好，我是 Pand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到扑克领域参加一场53000的限时锦标赛，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第一手牌盲注级别5000、10000，起始筹码400万 ，High J raise 到4万，我在小盲看到了 JJ 3倍到16万 ，High J 选择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JKQ 2张黑桃，那这个翻牌还蛮好的，我们击中了一个 set， 但是同样这个翻牌也非常多的听牌，所以我这边下的比平常还大一点，我在3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5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High J 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注了，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红心10。那这是一张非常不好的牌，对手的行动线到现在其实有蛮多 A 的。那我这边计划走一个缺口路线，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High J 直接在63万的底池 all in 他后手的370万。那面对对手的 all in， 我们的 set 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所以我这边选择弃牌。在我弃牌了以后呢，桌上的玩家在讨论这边有 A 能不能跟注，毕竟这边有前后门花的听牌，对手很有可能有 free roll。面对这个6倍超池的 all in， 这边很难没有 A， 那这手牌蛮有趣的，分享给大家。第二手牌我在 cut off 看到 A10O raise 到3万，小盲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7、60两张黑桃，小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觉得我们这边有时候也可以把这种 TBTK 放进去过牌来保护一下过牌的范围，当然这边下注也没有问题，那这次我选择过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梅花 J， 小盲在7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4万，那我们翻牌的过牌就是保护一下这个过牌的范围，然后同时给对手有一个表演的空间。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红心 J， 小盲这边没有停枪，他在15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半池的7万5，那我翻牌的过牌就是要扣档了，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 A8O， 那我们成功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加2看到了99 raise 到3万，结果后面的 low J、high J 小盲都选择跟注，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12A rainbow， 那在一个多人底池，我这种中等牌力的牌就不会硬要去 C 杯枪了，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后面的玩家也都过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红心2。我过牌了以后呢，后面的玩家也都过牌，合牌来了方块9，那我们运气很好，击中了一个 river set， 过牌到我，那我觉得这边可以下一个很极化的注，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打一个极化的注，其实代表的就不止一张 A 了，那就是在告诉对手我们的牌不是超级大，就是什么都没有，有时候人家甚至拿一个中对子就会抓炸了，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最后在1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0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很可惜对手全部都弃牌了，那我们也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一路盖牌到小盲，他这边 raise 到3万，我在大盲看到了 K2 同花，选择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Q73两张方块，结果小盲这边过牌了，那我们一样也没有击中这个翻牌，不过我觉得这边可以下一个小注来尝试偷看看，我在6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小盲想了一下，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方块5，那现在前门花到了，小盲这边一样过牌，那我观察到现场的玩家大部分在翻牌有一个同花听牌，几乎都会自己跳出来 C 倍，很少有人在翻牌有一个同花听牌会过牌去保护一下过牌的范围。那现在转牌这张方块5让前门花到了，然后小盲在这个翻牌并没有去做 C 倍，那以这个行动线，我觉得他这边并没有同花那么大的牌，而我们的行动线可以有全部的同花，那我就决定要来偷这个底池了。我这边想了一下，我最后在10万的底池下了一个重注8万，那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小盲很快就弃牌了，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加2 raise 到6万，我在 cut off 看到 AK 同花3倍到20万，行动回到加2，
他这边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4倍到76万。那面对他这个4倍，我们有位置，而且我们筹码都非常的深，我们双方大概都是起始筹码的400万。那我想弃牌这边不可能，那加注回去其实有点浪费我们的位置了，所以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选择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8QJ 2张黑桃，那这个翻牌非常的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同花听牌，还有一个10的 Gasha， 以一个4倍帕来讲，这已经是我们的梦幻翻牌了。结果加二这边想了一段时间，他在150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60万，那他这个注码就有点超出我的理解了。那以一个4倍帕来讲，这个翻牌是对我比较好的。我这边可以有所有的 set， 甚至连90天生顺我这边都会有。而以现场的玩家，他们的88JJ 90同花，面对3倍应该都不是4倍回去，而是选择跟注。所以在这个翻牌，我这边可以有所有的 nuts， 而对手几乎都不会有。我看蛮多现场的玩家在玩深筹的时候 ，QQ 这边都不会4倍回来。那既然对手对范围的理解比我们还深，打了一个我没有研究过的 size， 那我们这边也只能用逻辑来分析了。如果对手这个翻牌的重注是有10牌，像是 AAKK， 那其实我们的胜率并不会输对手。那如果他的10牌 AAKK 在翻牌下了一个重注，那我想他转牌还是会枪中的。那如果在转牌我们没有中，其实 SPR 都非常的小了，我们转牌也会跟得非常不舒服。那如果对手翻牌的重注是 AK、A5 之类的牌，那我觉得翻牌直接推回去好像也还蛮好的。就算对手这边是 AAKK， 其实也不一定接得动我们的 all in， 因为我们这边可以有全部的 QQ、JJ88， 还有天生顺的90。那就算被跟住了，其实我们的 equity 都还非常的好。所以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直接 all in 后手的320万。在我 all in 了以后呢，对手想了一段时间，最后选择跟注。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 AA。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跑马吧。OK， 一次啊，哎呀！接到我。下手牌加一 limp 15000，我在 cut off 看到 QQ raise 到6万，行动来到小盲，他这边3倍到20万，加一弃牌了，行动回到我，那我觉得这边跟注或4倍都可以。那因为我刚到扑克领域打牌，对这边的玩家都非常的不熟悉，所以我这边选择比较保守的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J30 2张红心，小盲在4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30万。那我觉得领域的玩家对扑克的理解都超出我很多，这边的玩家对于3倍帕跟4倍帕的 C 倍 size 都理解的比我还深，常常打的我都不会了。那面对这个比较重的 C 倍，我想除了跟注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了，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方块8，小盲在100万的底池下了一个重注90万，那又再一次颠覆了我对3倍帕的理解。我按了一些 solver， 好像也没有看过这种 size。如果转牌开了一个方块4，我的牌力没有增强的话，我说不定都想要弃牌了。面对这个重注，那这张方块8让我们还多了一个 Gasha， 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也只能含泪跟住这个90万了。我们继续看到河牌，河牌来了方块 A， 小盲这边停枪了，那他的停枪就一定有 showdown value 了。如果他从番前是单纯的 bluff， 河牌这边应该会推出来，因为现在 SPR 已经不到1了。他这边的停枪让我感觉他很像是 KK， 他河牌的停枪，我觉得showdown我不会赢了。那我现在思考的是，我的 QQ 有没有必要去转炸？我看了一下我的 QQ， 并没有带方块 Q。如果我的手牌有方块 Q 的话，其实这边还蛮适合做一个 all in bluff 的，因为我们又阻挡了顺子，然后又阻挡了后门花。但对手这边的行动线，翻牌的重注，转牌的满池，河牌的过牌，我真的不知道我的 QQ 赢谁了。那因为刚到领域打牌，所以对这边的玩家完全不熟识。我最后虽然觉得我的牌好像输了，但是我觉得这边过牌看一下对手的底牌好像也还不错，所以我在用了2张摊配以后呢，我这边过牌了。在我过牌了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 QJ 红心，非常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手牌。那我们运气很好，赢下了这个底池。下手牌加1加3 low jack cut off limp 15000，我在小盲看到了 KQO raise 到11万，
结果除了 LOJ 弃牌以外，其他玩家都跟住，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JK9 Rainbow， 那我们的位置最差，我觉得这边下一个很小的注或过牌都可以。我这次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其他玩家都过牌了，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方块 A， 那如果转牌是其他 blank 的话呢，我转牌就会打了。那开了帽子的 A， 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加3在47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30万。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对带 Gasha， 至少要抵抗一枪，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其他玩家弃牌，我们2家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黑桃5，我过牌了以后呢，加3也过牌了。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我们是大了，收下了这个底池。现在手牌 UTG 跟加1 limp 15000，我在 Hijack 看到了 JJ raise 到6万，结果小盲 UTG 加1都选择跟注，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860 Rainbow， 结果在我还没有动作的时候，小盲这边 dunk 了10万出来，然后 UTG 加1弃牌了，行动回到我。那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这边的玩家这边 dunk 的范围是怎么样。那我想有位置，我们可以选择比较保守的跟注。我们2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红心 J， 那这张牌非常的好，我们直接空降了一个 set， 结果小盲这边没有停枪，他继续在45万的底池 dunk 了一个20万。那面对这个 dunk， 我们双方后面筹码都非常的深，我想这边不加注不行了。我这边想了一下，最后 raise 到70万。在我加注了以后呢，小盲这边想了一段时间，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黑桃8，小盲这边过牌了。那在小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这边就在思考小盲的范围大概长怎么样。对手在翻牌的 dunk 还有可能有一些听牌，或者是只是顶对，但是他在转牌可以跟住我70万的 raise， 我想跟下来都是成牌居多。合牌的这张8很有可能帮助到对手的范围，例如说8-6，或者是原本已经好的 set 6。我看了一下小盲的后手，大概还有400万左右的筹码，我 cover 他。那现在底池180万，我觉得这边可以直接打一个2倍超值 all in， 好像还不错。有时候这样看起来更像在偷，所以我这边思考了一段时间，就直接推出 all in 了。在我 all in 了以后，对手想了一段时间，很痛苦的跟住了。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97黑桃，也就是天生顺好了。那我们运气非常的好，到合牌才超车了对手。现在手牌 UTG 加2 limp 15000，加3 raise 到11万 ，LOJ Hijack 选择跟注。我在大盲看到了99，也选择跟注。UTG 弃牌加2跟注，我们5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968，两张黑桃。那这个翻牌非常的好，我们集中一个 top set， 一路过牌到加3，他在56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30万。LOJ 弃牌了，行动来到 Hijack， 他这边想了一下，竟然 raise 到80万，行动回到我。那我觉得我这边如果再加注上去的话，牌看起来就超级无敌的大了。虽然跟注牌看起来也蛮大的，那我就希望这边的跟注，等一下加3或 LOJ 这边会推出来。如果他们觉得我这边是一个听牌的话，那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加2弃牌了，加3想了一下也选择跟注。我们3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一张方块 A， 我过牌了以后呢，后面2位玩家也都过牌，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红心 K， 那现在底池已经差不多300万了。我看了一下，加3后手大概还有180万左右，Hijack大概250万左右。那我想我这边也没有要闪 AAKK 了，所以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就直接推出 all in 了。在我 all in 了以后呢，2个对手思考了一段时间，最后都弃牌了。那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总结一下成绩，我们今天到扑克领域参加一场5万3的限时锦标赛，运气非常的好，结算奖金20万0 7千。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 Panda Poker， 我们下次见。